2026年的泰国给我们硬硬的上了一课。如果有一天在异国的他乡，一个身穿警服、带着警徽、手里拿着手铐配枪的人拦你的车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绝大多数普通人本能的就会停下来，掏证件，老老实实配合检查，对吧？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：你手里攥着正点机票，值机、安检全部做完，托运行李都已经送上了飞机，登机牌清清楚楚捏在手上，是不是就代表你一定能登上这架飞机？放到几年前，我相信99%的人都会说，这还用讲吗？穿制服代表秩序，拿着登机牌就有权登机，这不是常识吗？但是2026年的泰国给我们硬硬的上了一课，狠狠地撕碎了我们这两套刻在骨子里的固有认知。穿制服的人不一定是警察，可能是来冲业绩的绑匪。打开登机牌也未必能登上飞机，因为太行大嘴巴子直接呼你脸上，顺便还要送你一个国际标准的手势——拉眼角。这哪是去度假，这分明是去玩现实版的鱿鱼游戏。曾经风靡全网，被无数国人奉为出国旅游第一站的微笑国度，阳光沙滩、冬阴功、马杀鸡，钱包代购、快乐管够的美好滤镜，最近碎得满地都是，捡都捡不起来。网上现在吵成两大极端，一波人看完新闻大手一挥，泰国这地方千万别去，去了就是送人头。另一波人站出来反驳，说网上全是自媒体夸大宣传，都是个别个案，该玩照样玩。但是本期视频我不想简单站队，不搞非黑即白，咱们跳出去或者不去这种二元选择题，扒开新闻的热闹表象，去看看普通人看不到的底层逻辑。为什么好好的旅游国家接连爆出这么多颠覆三观的事件？为什么受害的很多恰恰是老实本分的外国游客？古人留给我们的处世智慧，放到出国旅行这件事上，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？最后我会给大家一套实打实拿来就能用的海外保密行动清单。听完这条视频无论你未来去不去泰国，但凡走出国门都能用上。我是白帆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时间我们从最近的大瓜说起。7月29号深夜，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，泰航 TG674航班即将起飞，飞回国内。22名中国乘客硬的被拦在了舱门外，拒绝登机。按照机方官方事后发布的声明，整件事的导火索是追星。部分粉丝为了追同航班的艺人，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下硬闯贵宾休息区，被工作人员劝离之后还不收手，一路上尾随冲到候机登机区域，核验登机证件的时候拒不配合，一门心思要凑到艺人身边。航空公司评估风险，这帮人要是冲上飞机，在密闭的客舱里边继续围堵滋扰艺人，飞机一旦升空，天上叫天天不应，局面完全失控。为了飞行安全直接做出了个决定，拒绝这22个人登机，航班因此大面积延误。说到这儿，很多网友第一反应，追星追到国外机场不守规矩被拒载纯属活该。讲道理这句话一半对，一半不能直接盖棺定论。航空规则全世界通用，贵宾室有权限门槛，登机口不是粉丝见面会，飞机更不是追星专列。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，在机场扰乱秩序，航司确实拥有拒载的权利，这一点无可辩驳。但是这儿藏着一个绝大多数人忽略的痛点：22个人全部拒载，这里边到底哪些是带头闹事的狂热粉丝，哪些只是刚好同航班被无辜连带的普通乘客？官方声明并没有清晰划分，有的人买了票，完成全部登机流程，行李已经上了飞机，结果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剥夺登机资格，这本身就充满了争议。而整件事最刺痛所有人神经的，还不是拒载本身。现场流出的视频里边，交涉冲突过程中，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对着中国乘客做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拉眼角手势。懂一点国际常识的朋友都清楚，这个动作在全球范围是针对东南亚族群赤裸裸的歧视与侮辱。这一下整件事的性质就变味儿，本来是粉丝扰乱航空秩序的管理事件，瞬间升级为涉外尊严冲突。维护机场秩序理所应当，但维护秩序不等于你可以肆意侮辱旅客，规则跟人格尊严不是二选一。舆论彻底炸开锅了。8月4号，
素万那普机场慌忙出来公开道歉，宣布惩处涉事安保人员。可有意思的是，做出拒载核心决定的泰国航空全程沉默，没有任何公开表态。你看，这就是现实的魔幻之处。有错的一方，有粉丝不守规矩，可执行管理的一方同样犯下服务失德的错误。论语讲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管理别人的人，自己言行先失了分寸，哪怕你的出发点是维持秩序，也很难服众。这桩机场闹剧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就算你手握规则，也不能丢掉尊重。很多人看完新闻只忙着骂追星的人，却忽略更深层的警示。当你身处异国，就算你手握合法凭证，你的权益未必能100%被保障。登机牌只是你购票的凭证，它不是免死金牌。这是很多出国旅游的朋友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现实。如果说机场拒载还停留在秩序纠纷、尊严摩擦的层面，那接下来发生的惨案直接给所有出境游客拉响最高级的生命警报。7月26号，芭提雅春武里府，一对俄罗斯22岁姐姐戴安娜、17岁弟弟罗曼骑摩托车出门采购。这里画一个很多人没讲透的细节：这姐弟二人不是初来乍到的短期游客，他们长期定居在芭提雅，对当地的路况环境相当熟悉，并不是什么两眼一摸黑的外来小白。就是这样，两个熟悉本地的人照样掉入死亡陷阱。深夜的高速辅路，身后摩托车一路尾随。姐姐已经察觉到不对劲，事发时还给家人发送消息报警示。结果呢，悲剧依旧如期而至。2名男子冲到前方，把他们逼停，身上一套高仿警服，装备齐全，开口就是例行证件检查。看到一身警服，姐弟本能放下警戒，停车配合。这是刻在人性里的信任。咱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看到执法人员就得配合。可恰恰这份对警服的信任，把他们推入了绝境。简单交谈几句之后，17岁弟弟敏锐地捕捉到破绽，瞬间识破这俩人根本不是警察，就是冲着摩托车来抢劫的劫匪。姐弟当场奋起反抗，伪装被戳穿，歹徒不再演戏，直接掏出手枪，弟弟身中2枪，当场死亡。姐姐呢拼命挣扎反抗，遭到暴力殴打，同样不幸遇难。作案之后歹徒手脚反绑尸体，拖进郊外龙眼树林挖掘掩埋。摩托车全部拆解销毁，想尽一切办法抹除作案痕迹。整整失联5天，家人们苦苦寻找，直到7月31号，警方才找到遗体，抓获2名嫌疑人。案情深挖之后让人后背发凉的来。这2名凶手是前科累累的惯犯，主犯才刑满释放仅仅2个月。抓捕的时候家里直接搜出手枪，还有手榴弹。更恐怖的是，埋尸坑附近，警方又挖出另外3具尸体，是之前失踪的泰国一家3口，作案手法一模一样，假扮警察拦路抢劫杀人埋尸。一伙歹徒短时间之内夺走5条人命。案件轰动整个泰国，总统亲自奔赴现场公开道歉，直言这是整个国家的巨大耻辱，要求从重审判凶手。俄罗斯大使馆强势介入，要求公正判决。说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：真正最恐怖的骗局是什么？不是坏人满脸写着我是强盗，拿着刀直接冲过来。最恐怖的陷阱是坏人伪装成保护你的那一个，也就是警察。孙子兵法有云：兵者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。打仗的精髓就是伪装，而罪犯同样深谙这套道理。他不会告诉你我要抢劫你，我要伤害你，他换上一身警服，伪装执法人员，利用普通人对公权力的无条件信任，轻轻松松卸下你的防备。在泰国，仿制全套警服网购就可以买到，门槛低得离谱。很多路面执勤人员没有强制佩戴执法记录仪，没有全程录像留证，这就给犯罪分子巨大的操作空间。假坏人穿警服行凶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可怕的是，还有真坏人本身就穿着真警服。时间再往前拨，今年5月16号，沙脚府边境，5名中国公民正常在路上走着，4名全副武装现役泰国警察加上1名当地的平民上前拦人，亮警徽、亮真枪、掏手铐，拿违反移民法作为理由，当众搜身上铐。整套执法流程行云流水，掏不出半点毛病。咱们的同胞老老实实全部配合，谁能想到这不是执法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绑架。警车没有开往警察局，一路开进荒郊野外，一栋没有门牌号的私人民宅，大门一关，配枪啪的拍在桌面上，
摊牌了，每人10000美金的赎金，不给钱直接转运缅甸电诈园区。万幸的是受害者足够冷静，偷偷发送定位求救。当地正规边防、移民局紧急突袭窝点，5个人才侥幸的活下来。4名涉案警察当场抓获，1名警员外出侥幸逃脱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1、2个警察一时贪财的个案，但是现实狠狠的打脸。就在4月25号，曼谷市中心酒店，一模一样的剧本再次上演。几名中国商人在酒店房间被警员破门带走，最后缴纳250万泰铢赎金，才重获自由。事后查明作案6个人，4名现役警察，2名离职警察。看到了吗？城市中心、边境荒野都在上演同款剧本，边境检查、移民官员、当地黑中介互相勾连，一套完整成熟的黑色产业链。哪里设卡拦人，怎么规避正规检查，抓到人之后当如何拘禁，如何转运，全部标准化流水线作业。为什么专挑外国游客，尤其是中国人？犯罪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目标脆弱性。第一，人生地不熟；第二，语言不通；第三，出事之后容易慌乱，求助渠道有限。而国内家属往往愿意花钱赎人，在这帮犯罪分子眼中外来游客就是行走的现金。泰国官方内部数据2026年第1季度，仅仅1个季度就有12名边境警察、移民官员因为人口贩卖、绑架勒索被立案调查。美国人口贩卖报告常年把泰国放在重点观察名单之上。讲到这儿，很多人会恐慌，那是不是泰国到处都是黑警，到处都是歹徒呢？这儿咱就必须客观讲一句公道话。曼谷、普吉、清迈这些核心旅游商圈，大部分区域普通人正常游玩，没有那么多穷凶极恶的案件。出事的高发地大多是泰检、泰缅交界的边境地带，还有人烟稀少的郊外深夜公路。几千万普通泰国老百姓也是安分过日的普通人，但是最让人不安的痛点就在这儿，风险不再仅仅局限于遥远的缅甸电诈园区，危险已经渗透到泰国本土。过去咱们总以为电诈绑架离我们很遥远，只要不去妙瓦底，不去缅北就万事大吉。现在呢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，危险的中转站就摆在旅游国的国土之上。当本该保护你的公权力里面一部分人转身变成加害者的时候，你普通人分辨风险的难度直接成倍放大。你分不清眼前的人到底是来帮你的，还是来收割你的。增广贤文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句话流传千百年，不是教我们怀疑全世界，而是教我们不要无条件相信环境。很多朋友出来旅游，心里抱着一个想法，我花钱出来度假，我就是来放松享受的，我不想整天提心吊胆。这句话本身没有错，但是放松不等于放下警惕。旅游是换一个地方看风景，可千万不要换一个地方丢掉判断力。你以为你在欣赏碧海蓝天，而有些人正在打量你的钱包跟你的人身自由。说了这么多，泰国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去？我的答案是没有简单的能或者不能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零犯罪的国家，纽约有抢劫，巴黎有盗窃，任何国家都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。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危不危险，而是你知不知道风险藏在哪儿，你有没有识别危险的能力。危机来临的那一刻，你知道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很多网友刷短视频，刷到恶性新闻，直接全盘否定，喊着所有人禁止前往，可转头刷到美食美景，又被种草，脑子一热订机票，把所有警示抛诸脑后。两种心态其实都不可取。真正成熟的旅行者，不是哪里刺激就敢往哪儿冲，而是懂得审时度势，懂得什么时候该停下来，什么时候该果断拒绝，什么时候必须立刻求助。孙子兵法开篇就讲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很多人误解这句话，以为这是打仗杀敌的计谋，放到旅行当中它是一套风险思维。知己呢，是清楚自己的短板，你语言好不好，深夜敢不敢走偏僻的路，遇到冲突能不能冷静处理。知彼呢，了解目的的真实风险，哪些区域是高危，哪些套路专门坑外来游客，既不盲目自大，觉得坏事不会落到我头上，也不过度恐慌，谈虎色变。新闻故事听听热闹可以，但是安全这件事半分玩笑都开不起。下边重点来了，不管你要不要去泰国，只要踏出国门，这一套实操方案请你牢记，关键时刻可以救命。
海外出行全套保密实操清单。第一，遇到自称警察拦停检查，牢记3件事：一，不要因为对方身穿制服就无条件顺从，要求对方出示证件，全程开启录像，保存视频素材。二，如果对方要求你离开主路，前往偏僻小路、私人住宅、不知名的民房，无论对方说什么理由，拒绝跟随，坚决不去，尽量往商铺、人群多的公共场所靠拢，向周围路人求助。三，真正正规执法会带你前往警察局办公地点，不会把你带去私人房子。一旦强行把你带离公共视野，就是最高级别的危险信号。第二，机场航司纠纷如何保护自己？即便你有登机牌、机票，也不等于万无一失。跟地勤安保发生争执，千万不要情绪化、肢体冲突，第一时间录像取证。如果遭遇歧视、不公对待，不要在现场硬碰硬激化矛盾，留存全部证据，后续走官方投诉渠道。追星千万不要把国内的陋习带到境外。贵宾室、登机口这些限制区域，不要强行闯入，不要干扰航班秩序，违规带来的损失全部需要你自己承担。第三，出行路线跟时间，主动规避高危场景，尽量避开凌晨、深夜独自骑摩托车，不要到郊外、边境荒僻路段、泰缅、泰柬边境，没有刚需，普通游客尽量不要前往。结伴出行胜过单独出行，出行的行程定位同步给国内家人。保持通讯畅通。第四，提前存好所有救命号码，出发之前就存进手机，不要出事才临时找。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热线12308，拨打格式+86101238，24小时可以接通。同时存好中国驻当地使馆联系电话、当地报警电话。提醒大家，领事馆可以给你提供协助、指导维权，但是不能直接在当地替你办案。不要指望一通电话所有问题立刻解决，但是危难时刻，这是你最后的后盾。第五，心态上牢记一个底线，生命永远优先于讲道理。如果真的遇到持枪、暴力威胁、力量悬殊，不要逞一时之勇硬刚，先保全性命，假意顺从，寻找一切机会偷偷留定位、留线索，等待救助机会，不要赌歹徒的良知。第六，出行之前一定要主动看官方发布的领事安全提醒，去看领事直通车发布的公告，不要短视频刷什么就信什么，别人的经历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最后我想说一句通透且扎心的真话：我们总以为旅行是奔赴浪漫、邂逅山海，是挣脱日常琐碎的松弛与自由。可2026年的泰国，用一桩桩真实的血泪教训，给所有国人上了一堂宝贵的人生课。风景永远温柔，但人间未必善良。规则看似公允，人心永远复杂。曾经的微笑国度之所以滤镜彻底崩塌，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翻车，而是信任体系的层层溃败。当象征正义的警徽沦为绑架勒索的伪装，当保障出行的航班变成情绪对立的战场，当本该守护游客的秩序变成收割外来者的套路，我们就该彻底明白一件事：出国旅行最大的底气，从来不是机票与签证，不是美景与攻略，而是刻在心底的警惕、清醒与分寸。古人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也讲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真正通透的出行智慧，从来不是盲目自大、肆意松弛，也不是过度恐慌、闭门不出，而是看清世间利弊，懂得审时度势，见过人间温柔，更懂防备人心险恶。愿每一个远行的人，眼里有山河，心中有分寸，脚下有底线，岁岁安然，步步无虞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干货警醒足够走心，点赞转发，把这份保命认知送给每一个爱旅行、计划出境的朋友。我是白放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